我们在一起有6年多了，一直就是没有谈到结婚的事情。那时候确实太紧张了，我也想给他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婚礼。他一直就是找这个理由找那个理由，一直在拖，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现在吧，反正就是说以各种理由催我，有时候做的那些事吧，我感觉特别不可思议。我也比较担心，就害怕他变心啊或者什么的。他每次都这么急，这样逼着催着我，我就感觉他好像还有别的什么目的似的。我现在就想让他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然后给我一个名分。是什么错，那么错。一说名分这2个字，在爱情当中，当然就是要结婚了。在这份追求名分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他们。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邓29岁，来自山东，是一名司机；女嘉宾小杨28岁，同样来自山东，是一名销售。来，有请2位。欢迎2位，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我愿意。谈恋爱多久了？很多年了吧？有多少年啊？我们09年就认识，那就说谈了6年的恋爱了哈。啊，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因为谈这么多年恋爱了吧，他一直就是不登记啊，然后中间我们有了一个小宝宝，我想要一个结婚证。因为之前嘛发生了很多事情一直拖到现在。刚开始我们那一块儿正式交往的时候，我也说过我会给他一个很好的婚礼。那段时间我就在公司上班，我就说我自己出来干点事情，攒1年的钱。当时我拿出来钱帮助他。他当时确实，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支持，就是我特别支持他干这个。因为感情深，因为要有一个隆重的婚礼，所以你出钱让他去创业了，对，是吧？对刚开始是挺好的。但是中间发生了一点小的事故，导致了几乎赔的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吧，我就反正挺低沉的。那创业失败了，后来是不是孩子也来了？孩子来了总该结婚了吧？因为那时候刚怀孕的时候，一直都是在催着他。然后他可能就是说压力比较大一些，他比较躲着我。你一直催着我，我的工作就是说特别容易产生事故那种。就是后来你是什么工作？我是司机。对。然后呢，就是说我那段时间压力比较大吧，发生了一点事儿，挺严重。就是我人当时也就是说躺下来不能动了，出了车祸了。出了车祸。等好了以后，他肚子也就已经很大了。然后就这样拖下来了。就这么一直拖下来了。对，不办婚礼先领个结婚证呗，干嘛非要个婚礼呢？其实我就是那意思，就是让他给我领一个结婚证为啥这不行呢？结婚证我感觉和婚礼，我感觉婚礼比较重要，结婚证不就无非就是一个本吗？那你先把本领了，然后条件允许再办婚礼呗。我就感觉先把这个婚礼办了。他是想给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让我风风光光的，他比较好要面子。在这段情感当中，听到现在女生付出的相对会多一些哈。你孕期的时候他对你好吗？他对我挺好的。挺好的。孩子生完之后他对你好吗？我待产，慢慢的我发现他有点变了。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会比较宠我，我有个发烧、头疼、牙疼的，他会半夜的时候给我买药，对我关心特别好。然后但是后来有了孩子，我感觉你说的改变其实和你心里想的它不一样。对吧？有了孩子之后，我只是注意力稍微转移了一点，因为孩子小嘛，我要照顾孩子。咱们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咱们中间有了孩子。那有了孩子的时候，你确实变得不少。我感冒了，他根本就不会管我，只会说只要不要传染给小宝宝或者什么的。然后我自己就是说让我去吃点药，或者什么的。然后甚至我吃药的时候不让我接近小宝宝，然后他就看着。那我也是为孩子好，对吧？大人感冒容易好点，小孩如果感冒了会特别难好。他就把我扔在一边，所以说我现在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你就整天给我打电话吧，就是说我这开车吧，就是说你一个小时来一个也行，对吧？你10几分钟一个，10几分钟一个，我根本就没法干活。因为那天我给他打电话，是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做了几样菜在家里等着他。在4、5点钟的时候，我就说你今天晚上回来吃饭，然后他就没有回来。7点多钟的时候，我再给他打电话，他还是在忙。然后对你过生日，然后我就说12点就算过生日吧。然后我就说孩子有点拉肚子，我说好像有点受凉。
然后他立马就放下手上的工作，你哪能拿孩子来撒谎呢？我正开着车，你告诉我孩子感冒了，他给我打电话说孩子不好，有点发烧，我就着急忙慌的往家赶，开着车给飙车差不多啊，往家赶到家，我一看孩子什么事没有。但是你心里还是只有孩子，没有我。我说了，我只是把目的地转移了一点。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年年都会记着我的生日。我也没说给你忘记你生日啊，我也记得你生日啊。好，不吵啊，可能男生确实也有一些变化。哎，我确实有一点变化，但是没像他说的那种感情上发生变化，不爱他了，或者说不在乎他了。我只是把我的爱转移了一点点。不是，那你又爱他，又那个什么他就想结婚，你跟他把结婚证领了，办一个婚礼不就完了吗？你听我说，孩子慢慢大一点的时候哎，我就说我再靠一点时间挣点钱，咱马上就要结婚，就是说马上就要该办婚礼了。但他中间我是在后来知道他办的这件事儿之前我完全是他办什么事儿了？之前我是被他牵着我的鼻子走哎，那段时间我工作特别忙就是回家比较晚，我每次回家，哎，他不是电话就是短信，就是说特别暧昧的那种，而且他不避讳我，一点都不躲着我。在一次偶尔的时候我碰见他跟一个男的在一块儿，回来我就追问他，我就说你这什么关系，还你俩在一块儿吃饭对吧？让我撞见了，他也告诉我是一普通朋友我就慢慢天天追问，最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他朋友给他介绍一朋友人家嘛就是说特别能理解他也不介意他有个孩子，如果你再不给我结婚的话，我就给别的男人走了，我就带着孩子走那时候我就觉得他都这么做了是吧？咱们现在手边也没有这么多钱咱要不就按你说的来吧，我也别太勉强这件事了咱们就办个就是你想要的那种小点的婚礼。你怕鸡飞蛋打了哈？对啊，因为我有我们就回了老家办了一个小点的婚礼，办了一个婚礼但是还是一直没有领证举行的。对啊，你办婚礼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男的了我说你是什么意思啊？对啊然后那个他就告诉我这是伪亲戚。对因为当时我的压力比较大然后亲戚朋友都会问，然后说你有对象了怎么还没结婚啊以前就是我刚怀孕的时候我都不敢回我妈那边去所以我当时我实在没办法。那你也不用那种方法，我当时我就想着刺激他一下，因为他比较小心眼儿。那你有这样刺激的吧？对吧？然后我就想让他赶紧把我跟我结了婚，然后定了我就行了这招不就刺激等于有效了吗？好歹婚礼办了吗？对，那就赶紧领结婚证吧。当时就是办婚礼的时候不给我领证哎，我就看那男的，对吧？咱出于礼貌，咱过去跟他打招呼，我就说怎么称呼你然后旁边的亲戚就说，哎，是他远方一什么什么亲戚，叫什么什么名字。我就一愣，人家就笑了，周围的人所有的人都笑了，都知道这事就大家做了个局，把你给骗进来了。对，都知道这个事，就我自己不知道哎，我就感觉这怎么能耍着我玩是吧？因为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我就是被别人骗的我特别记恨别人骗我对吧？你身边最亲最近的人骗你，我本来在外边工作又挺累，每天要见形色很多人。我回到家还要看一个自己最亲的老婆，那你要在乎我怀疑他，你就不会拖这么长时间。我没拖，我对他的信任他自己弄没了。你还爱他吗？还爱吧。现在过不了心里那道坎，是觉得这个人曾经欺骗了你，你不信任他了。对，我特别在意这一点就是说你跟我在一块儿，咱们生活还要很多年我每天从外边回来就已经很累了我还要去判断你说的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你对我是不是又是一个圈套等着我去钻你怕他算计你。对，那这应该怎么办呢？4位老师，难题交给你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不以结婚为目的的爱情等于耍流氓所以你给我的感觉你是在耍流氓。马先生演了一辈子的猪八戒，你拿了一辈子的那个耙子，你可能还第一次看到如此的倒打一耙。你说他欺骗你了，你痛恨了，但是你欺骗他呢？我没骗他，很显然你骗了他6年呢。我没骗他，有完。刚才你说的那个事情我也听清楚了，做的有点不妥，但他是善意的。如果不是善意，在这一个婚礼现场不会让你发现的，因为这是他情急之中实在万般无奈搞的一个激将法生意失利了，又不结婚了，车祸受伤了，后来好了，依然不结婚了。好，现在总算倒打一耙，抓住一个十足的理由，你欺骗他了。
作为一个男人，我们能不能这样？你不要再找任何的理由了。我对小杨现在真的很同情，就哪怕是那个局，也是他能够想出来的唯一的这样能够逼你一下的办法，结果还给你倒他一把打住了。做人是要有点良心的，人家为你孩子都生了，他要一个名分，不过分的。所以我现在感受到你真的缺点良心。如果马老师的师兄孙悟空在的话，今天一定用金箍棒打你，我告诉你。小邓，你作为一个男人，我说你做的还不如猪八戒。为什么？猪八戒他对高小姐那种执着，虽然他有很多缺点很多毛病，他也有花心，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想到回高老庄，他要去找他的高小姐。男人对家是一种担当，是一种责任，你没有。因为你尤其作为一个男人，你应该为自己的所爱的这一方去多考虑，为对方去多想，你都没想。法律允许的那个证件，你把它看的是一张纸，这个你就没有男人的担当。你现在成猪八戒了吧？猪八戒不如他里外他不是人了，在外面创业失败，觉得自己丢面子了，想在自己家里找回面子。可惜啊，你唯一能够找回面子的就是对方想管你要那个结婚证，你就不给，你就拿着这结婚证在家里头要面子。也不是说要结婚证为面子，如果他不欺骗我的话，我们现在已经不会出现这么多事儿。你的人少吗？你上的当还少吗？就是因为我上的当太多。你真是把所有上的当都归结于你对面这个你的女人给你的这点小小的欺骗吗？我接受不了是我最亲最爱的人骗我。你说这句话呀，面上听好像是理，但其实呢，你心里太虚了。你真正想要面子，可惜你不具备有面子的实力。外头人骗你就骗了，找你都找不到。好不容易在家里头有人真正的爱你，你不知道珍惜，拿着人的一点点的过错拿在手里。谁让你骗我，我就不给你结婚证，怎么样？我强不强？但是男人做到这一点就太弱了，其实就是极度的自私。人家对方只是要一个名分，但实质的所有都给你了，对不对？你觉得你给对方一个名分难吗？如果真的不能给，好，明天他就可以真正去相亲去。那会儿你就会发现你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说，不要对自己爱的人逞强，而对外的人示弱。不要把自己唯一的这点真正能够得到的爱自己就放手了，好吗？名分，名是关系，分是责任。所以说给你一个名分就是给你一个资格，给你一份责任。说有名有分是好夫妻，有名无分是假夫妻，没名没分那是露水夫妻。而男生可能认为他是第四种，他是没名而有分，就是我永远不给你这个资格，但是我永远履行一个作为丈夫的义务。我对你好啊，我养孩子呀，我就是不给你这个名分，不给你这个名。不给这个名的意思就是我不向大家所有人广而告之说这是我老婆，我给你另外一个名字叫孩子他妈。我老婆和孩子他妈是不一样的，孩子他妈在结婚和结婚之后或离婚之后都可以叫孩子他妈，但是媳妇儿就告诉你，告诉所有人，时时刻刻告诉所有人，这法律上的妻子。一个男人能够给女人的无外乎就是这两样，最基础的就是那个名。这是不管是有钱的男人、没钱的男人、有本事的男人和没本事的男人，他唯一能够给女人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你连最基础的东西都不给他，可想而知你有多残忍。
我都觉得特别的好笑。要一个女生用这样所谓预演的方式来骗她说，给我一个名字，我是谁谁谁的老婆，你有多么残忍？你就让她在我家里待着，在这永远不告诉你你是正儿八经的这户人家的人。你不要以为说我履行了我作为丈夫的义务，我履行了对孩子的义务，我养着他，这就大过了名分，不是这样的。我们到底是先有名再有分，还是有了分才会有名？我认为应该是先有名再有分的，至少中国人的思想里面是这样的。如果你永远长期处于是有分而无名的状态，那么久而久之，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大家对你们的认识，都会认为，哎，那两口子怎么回事啊？到现在都没办结婚证，是不是家里出了事儿？还是这个男人压根就看不上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个男人要对这个女人这样？为什么一定是那个女人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所以他给他这么不公平的待遇？种种的是非，大家都会去猜测。到时候你没有给他名，大家已经给你们冠了名，所以没什么好说的吧？还义正言辞在这说，我不知道我的枕边人骗你干什么？他骗你，他从里面获得好处啦？你倒好像感觉被绑架了一样，我被逼婚。你一定要切记，给女人一个名分，给孩子一个名分，是作为一个男人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如果连这个都不给，无论你现在做的怎么样，我都认为你不具备一个做男人的基本属性。就这样。我一直在想，他提的不信任，不信任的另一层就是害怕被算计，是吧？对。他算计你什么呢？我就感觉他老欺骗我啊！就从有孩子的时候，好，他就以孩子为生命为目的，打的就是想让我回家的口号，说孩子怎么不好了。然后他那时候就没想过我。要是心里老存那么一个疙瘩，领了证也过不下去，是吧？差不多。那个疙瘩真的就是说，你不放心他吗？怕他骗你吗？他太精明了吗？对。精明本来是挺好，但你不能用在我身上。两口在一起，对吧？你不能整天让我防备着，你是不是在又像那上次那样？其实那时候有完孩子之后，我也不是说不结婚，主要是他逼得太紧了，就恨不得就是今天跟你说，明天就得结。你们有了孩子，应该至少是相识4年之后的事儿吧？对啊，因为之前发生很多事相识4年之后还不领结婚证，这算哪一出呢？因为之前发生的事，发生什么事儿能阻碍结婚呢？生意破产跟结婚有什么逻辑关系啊？那时候小，可以等等啊，等。对，发生车祸以后，那时候确实是天灾人祸。我插句嘴，这家伙可能一直介意的是自己被当一个笑话看。对。但是你长期让他跟孩子被别人当成个笑话看，你不觉得这是个笑话吗？他们俩跟你这么久，没名没分的，你不觉得他们俩是个笑话吗？他们被笑话了这么久，你被笑话了那一下子，你说谁的笑话大？你长这么大，你白活了吗？长这么高，这么胖，你有没有良心啊？拿手摸着你的良心，问问自己。还转不过闷儿呢，拧得很啊，这人是有点小任性。其实我觉得这个行为背后没有逼你，他在逼你吗？人家笑你怎么了？我跟你说，你是挺容易被人笑的，你知道吧？其实那时候你把所有的便宜都占了，然后说，哎，你别占我便宜啊！你有什么便宜好占的？他还能算计你什么？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责任没责任。你说我算计你什么呢？那你不说他是天下最傻的贼吗？天下最傻的算计者吗？不结婚是吧？不领证是吧？我也不是说不领，只是暂时不领。别领，千万别领。领那个证没用。不跟你领证，走不走？走。大声说。走。不跟你领证，走不走？走。有什么了不起啊？谁非要嫁给你啊？哎呦，做个生意失败，开个车出车祸。找个女人不敢娶回家，你多失败，人家还算计你，算计你啥呀，兄弟？你骗过他吗？你骗过他吗？你说没有？真的吗？没有。你答应娶她吗？
生意破产是他的事儿还是你的事儿？我的事。那你不是骗他吗？你说好的投资有回报的，怎么把钱赔了？生意做好了就来娶你，生意做败了，钱是谁给的？有他的钱吗？有。哦，还人钱了吗？没有。谁算计谁呀？我看就你算计别人的吧，钱算计走了，人算计来了。哼，想想吧，女生其实不要什么，但是在这里面请你们注意一下，如果真的男生你觉得你们没感情了，你就明明白白的跟女生说，别拖着她，别在那儿说我再看看吧，你都什么混账逻辑。女生，你这是一特好的教材。还是那句话，慎重啊，社会是开放了，但是如果你不守自己那点东西的话，最后屈辱的只有你自己。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他们自己，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觉得咱俩在一块儿吧，反正我各方面你都挺了解我的，我就觉得你不应该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对我，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这样的逼着我呢？我要对你没感情的话，我也不会来到这个节目。我也是同样的，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认识了1、2年的时候，但你不是感情浅的时候，但是你不是这第一次这样骗我了，你知道吗？我知道骗你不对，你知道你伤害一个爱你的人，你知道什么滋味吗？但是你现在伤了我好多年了，这么多年了，我不求名不求分，我只求一张结婚证。我觉得这张结婚证太无所谓了。好多夫妻虽然拿着结婚证是合法夫妻，但他们有感情吗？男的出去出轨，女的出轨，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他们也是合法夫妻。哎，他如果不要，你一套逻辑都通，他是你爱的人吗？如果我跟他没感情，我不会。他是你爱的人吗？是。如果你不给我领证，我真走了。好，必须走。来吧，两位换箱子吧。谢谢你们，请回啊。哎呦，来，请关门。接下来看他们自己吧。5、4、3、2、1，5、4、3、2、1，请开门。别动，别动，你也别动。我就一个问题，娶还是不娶？什么时候娶？回家就娶。说话算话吗？算话。没骗人吧？没有。来吧，来吧，来，你去把他抱过来。箱子给我。你去把他抱过来。去吧，抱呗。别动，别动，让他抱过来。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什么意思呀？你不会矜持点啊？你帮他都帮不了，你知道吧？哎，这个为什么不是欺骗呢？要我看来就是欺骗嘛。你看，这做的多好啊！把一个3人合影给剪开了，然后上面写的字儿说：“这张照片是我们去年一家3口一起拍的，缺了谁都是不完整的。希望今天你给我答复。”你早这么决绝，他不是早就跟你领了吗？该带娃干嘛干嘛去。一个女人非要跟你结婚，你就偷着乐，还人骗你，傻了吧唧的一莽汉。他想骗你一辈子，你不偷着乐吗？是不是？是。啥时候领证？回去就领。领完证以后拍一照片，把那结婚证发给我们。好，行吗？行。在这里要感谢暴龙眼镜为牵手成功的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你们来喊开始，来喊停。你喊开始，停。你想过的那个婚礼场面是什么样的？我想的其实也挺普通嘛，也不是说都特别大啊，就喊亲戚朋友在一块吃了顿饭，没了。我跟你说啊，曲总、涂老师婚礼价格主持一场10万起。一会儿你先求婚，
求婚完了以后，我替曲总做主，打个对折，5万块钱帮你们主持一下，行不？行不？我看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出不出这钱？出啊！哎，别骗人啊！不拿我的，拿他的。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谢谢你们啊！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而美好的时刻。对不起，我以后会好爱你的，宝贝。最后一次。那有人太惨了啊！来，对着我们的镜头站好。过来呀，5万块钱不挣了，拿着话筒，快点。给你拉一活容易吗？是啊，几十年都没一个活儿。给主持一下。新郎，你愿意娶你身边这位女士做你的老婆？无论贫困与富有，无论健康与疾病，你都对她不离不弃，永远对她好吗？我愿意。新娘，你愿意嫁你身边这位男士，成为他的老婆吗？我愿意。好，你们俩互相面对面，夫妻对拜，头碰头，从此携手到白头，各自往前稍微再进一步。夫妻对拜，脸碰脸，从此携手到永远，再进一步。夫妻对拜，嘴碰嘴，夫妻对拜，嘴碰嘴，一起携手不后悔。邓先生和杨小姐的婚礼圆满礼成。谢谢。还有礼物呢，谢谢。回去结婚证拍成照片发给我们，我们好遥遥的祝福你们，好吗？好好对老婆啊，好，别犯浑了啊。不会了，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来，掌声祝他们幸福吧！请回。